丈夫忽然去世，她的白月光挺着孕肚，拿着她的遗嘱过来认领遗产。我女儿要我硬气一点，跟小三撕扯到底。我的公婆却跟我说，让给她吧，毕竟她肚子里怀有我们家的血脉。虽然我儿子对不起你，但是我们家不能没有后。我点点头，答应了公婆的要求，并不顾女儿的反对，拉着女儿出国定居。当女儿对我怒气不争时，我沉默。当我接到那个熟悉的电话时，我满意的笑了。在丈夫的葬礼上来了不少人，除了我和他的亲朋好友之外，还有不少是他生前的同事以及生意伙伴。当他们看到我丈夫7年的白月光柳梦挺着孕肚出现在葬礼上，拿出遗嘱时，他们的脸上闪过各种各样的表情，可谓十分精彩。其中有不少人偷偷观察我，并没有主动出声说话，似乎要看看我是什么反应。看来大家也都做好了当看客的准备了。周白，我知道我跟阿年都对不起你，可是我有了他的孩子，我总得为孩子活下去吧。虽然我知道我这样做不对，但是这是阿年留给我和孩子最后的礼物，你不能这么残忍地剥夺我们的权利吧？我呸！你个死皮不要脸的狐狸精，瞒着我妈妈，跟我爸爸勾搭在一起，现在还有脸挺着孕肚过来要遗产？我没有见过像你这样不要脸的人！女儿齐佳佳对着柳梦破口大骂，她气得脸颊通红，脖梗的青筋暴起，恨不得要将柳梦给千刀万剐。佳佳，你能不能有点教养啊？我可不记得你妈把你养成这副泼妇样。说这话的是婆婆陈少华，她瞪了我一眼。你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奶奶，她破坏我爸妈的感情，插足我爸妈的婚姻。你不帮我妈就算了，现在还帮着外人来指责我妈和我们在你的眼里到底算什么？齐佳佳一改以往的乖巧模样，她像是护崽的雌鸟一样的将我护在身后，这让我看得很感动，心里也很惭愧。婆婆被齐佳佳这么说，她先是一愣，之后露出了愤怒的表情。反了，反了！小丫头开始指责起长辈了，家里的长辈还活着，轮不到你这个小丫头片子说话。她又看向我，我早就说过，生女儿没用。公公也站出来说话，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要是不听话，别怪我打你。公公说完便狠狠地瞪了齐佳佳一眼。公公看向柳梦，又看向我，周白，我知道你嫁进我们家已经有13年的时间了，你的为人如何，我们也是看在眼里，我们一直都把你当成家人。我希望你可以为我们着想一下。听着公公的话，我平静地问道：“什么意思？”就是公公迟疑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柳梦跟我们说了，这孩子是男的，我们家几代单传，我们是希望他把孩子生下来。可是现在7年不在了，柳梦要一人养活孩子的话，很难。我希望你不要跟他争遗产。”婆婆跟着附和道：“让给他吧，毕竟他肚子里怀有我们家的血脉。虽然我儿子对不起你，但是我们家不能没有后。”女儿抢在我面前开口道：“那我就不是我爸的后代吗？我不是吗？在你们眼里，我算什么？”她红着眼眶看着公公婆婆，声音开始颤抖。我知道公婆根本就不把女儿放在眼里，但是我没有想过他们会当着我女儿的面说出这样的话。我也意识到，他们之前对我女儿的疼爱都是装出来的，实际上他们还是不把孙女看在眼里。听到齐佳佳的话，婆婆也不装了：“我可没有说你不是哦，只是你是个女娃，女娃怎么可以给我们齐家传宗接代呢？亏你爸爸这些年来对你这么好，你还不为你爸爸着想，你真是个不孝女。”公公板着脸说道：“我们在跟你妈说话呢，你个小孩子别插嘴。”公公说完就看向我：“周白，看在我们多年的家人情面上，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们。我看着他们，淡淡的说道：所以，你们一早就知道佳佳她爸跟柳梦在一起的事情了。我的话一出，公公婆婆都愣住了，他们的脸上挂着尴尬的表情，彼此面面相觑。女儿看到这一面，她露出了厌恶的表情。爷爷奶奶，亏我还这么敬重你们，你们还口口声声教我怎么学会礼义廉耻，没想到，你们也这么不知羞耻！你个死丫头，说什么话？我看你是活腻是吧？婆婆说完就想要过来打齐佳佳，被我一把护在了身后。你为什么要打她？她说错话了吗？我冷冷地看着婆婆，婆婆看了看我，又看向被我护在身后的齐佳佳，她冷哼了一声：好啊，你们是看我儿子不在了，现在目无尊长，没有把我这个长辈看在眼里了是吧？婆婆索性直接扑在她儿子齐年的遗照前：儿啊，你走得早，你的妻子女儿合起伙来欺负我们两老人啊！我们现在跟他们说话都不听，还要过来指责我们。我们不过是为了让柳梦留下你的后代而已。为什么他们母女俩就是不肯理解我们俩老人的心愿呢？坐在一边的亲朋好友看着婆婆哭嚎的样子，他们有的很鄙夷，有的则是点头认同，也有的嫌不够热闹，拿起手机拍视频。婆婆哭得撕心裂肺的，看起来十分凄惨。而公公也顺势走到我面前，语重心长地说道：周白，我知道是我们家对不起你，但是我们真的很想要为齐家留下后代，我们也很需要齐年的遗产来抚养孩子，希望你可以答应我们。妈，不要理他们。女儿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像是在鼓励我。我看着女儿努力地想要保护我的样子，我的眼睛控制不住地流下泪水。我伸手摸了摸女儿的头发。女儿乖，让妈妈来做决定吧，妈妈已经有了自己的决定了。听到我的话，女儿很乖巧地点点头。我看向公公婆婆，再看向柳梦，你们是想要齐年留下的那个公司吗？婆婆开口说道。柳梦曾经在那里做过，她自然知道怎么管理公司的。我说句难听一点的话，就算公司当初是你跟齐年一起创立的，但是你不是在婚后退出了吗？这公司说起来也是我儿子的个人财产。我看着他，你连这事情也知道，原来你们早就知道他跟你儿子的关系了，你们联合齐年一起瞒着我。对了，你怎么不说齐年还有一套房子呢？不过他登记在你们名下，你们想必要也早就做好了打算了吧？听到我的话，婆婆脸色尴尬地轻咳了一声，没有再说话了。柳梦心虚地别过头，冲着她身边的律师招招手：你过去跟他说。律师的眼里也闪过一丝尴尬，但是还是硬着头皮走过来。如果你自愿放弃的话，可以在这里签一个自愿放弃并且不再追究的协议。我看着他们，然后点点头。既然这是你们想要的结果，那我答应你们。妈，女儿不敢置信地看着我，周围的看客也很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公公婆婆看到我的反应后，他们的脸上露出了欣喜的表情。婆婆喜笑颜开道：真的，你说了可就不能反悔了。柳梦和她的律师也露出了诧异的表情，之后便是一脸警惕地看着我，像是担心我会报复他们似的。柳梦看着我：你想要什么条件？听到她开口了，我点点头：当然有，以后我跟齐家再也没有关系了，我女儿也一样，以后也不要再跟我们联系。我看向女儿，征求般地问道：你跟着妈妈生活吧，好不好？女儿对我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模样，她难过又生气：妈，我会和你一起生活，但是我爸的钱不能便宜了那个狐狸精啊！妈，你不要这么软弱好不好？你振作一点，哪怕我们一起吃糠咽菜的，我也不想他们好过。
要死大家一起死。女儿的话又一次激怒了婆婆，你个死丫头，你再说一次试试看。我就说生女娃没有用，你们看看，只会窝里横。看着女儿的模样，我想到了我年轻时也是这样，善良又冲动，什么都不会憋在心里。对此，我的心里既欣慰又愧疚。女儿，你就当作是为了妈妈好吗？你爸早就不爱我们了，连留下的财产都要想办法留给他的初恋，不顾我们的死活。就连你爷爷奶奶也是如此。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执着于你爸爸的遗产呢？女儿红着眼眶看着我，妈妈，就算你嫌爸爸的钱是臭的，那我们捐出去也不要留给那个狐狸精呀！你不要这么傻了好不好？你个死丫头！公公气得要拿拐杖打我女儿，被我挡住了。啪！拐杖打在我的身上，那力道之大，痛得我直皱眉。看样子公公也不给孙女留情面了。公公诧异地看着我，你们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不就是为了齐年的公司吗？我让还不行吗？我哽咽道，齐年背叛我，你们联合齐年一起瞒着我，现在齐年死了，你们合伙一起欺负我们娘俩，我放弃还不行吗？我看向一脸为难的律师，我会签下协议。我再看向周围的亲朋好友，以及那几个举着手机拍摄视频的人，你们在这里也做个见证吧。以后我跟齐家没有关系了，我的孩子跟他们也没有关系了。以后赡养公婆的事情就交给柳梦来做吧。柳梦听到我的话时，她的脸上闪过一丝尴尬，却不敢说话。而公婆则是一脸期待地看着我签下协议，有年轻的看客看不下去了。我说：“嫂子，你这又是何苦呢？”“是啊，怎么这么傻呢？这样不是便宜给别人了吗？就是说嘛，你就算不为了自己，也为孩子着想嘛。算了，你们也不看看那老两口把他欺负成啥样子了。”女儿忍不住过来拉着我的手，哭喊道：“妈！你能不能别这么傻呀？你这样不是便宜了他们吗？”我抚摸着女儿的额头，乖，我们跟他们划清界限，以后就当作没有爷爷奶奶他们了。如果你还爱着妈妈，那就当作是为了妈妈，跟他们划清界限，不要再跟他们纠缠了。听到这话，女儿没有说话，而是怒视着柳梦他们。签完协议书之后，我就带着女儿离开。即使女儿百般不愿意，我还是拖着她走。有好事者已经将这事情拍了下来，并发到网上去。不少网友为我的事情深感不平，其中有不少法律工作人员想为我争取权益。不过，也有很多人对我怒其不争，痛斥我软弱无能，说我是圣母，为了成全小三，把我和女儿的利益给毁了，指着我不配作为母亲，甚至有人拿我当成反面教材，拿我的事情当作素材拍视频博取流量。柳梦跟齐年的父母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他们也被不少正义的网友网暴，被怒斥不要脸、没三观的人。我也知道网上的热议，女儿也因此跟我闹了好久。面对网友们的冷嘲热讽或好心的建议，我还是决定回应此事，录了视频做出交代，说我决定出国定居，以后各自安好。当然，这种圣母做派也不出我所料的那样，再次引起了网友们的冷嘲热讽。虽然女儿很不情愿，但是她最后还是选择了妥协，跟着我一起到了国外生活。随着时间的流逝，女儿对我从一开始的不满到后来的和解，我在海外开公司的亲哥的帮助下，注册了一家公司，买了一套小公寓，并开始了新的生活。一切就这么有条不紊地发展着，日子也过得相对轻松。直到有一天，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打破了生活的宁静。臭婊子，你敢跟我玩这一招？电话那一端传来熟悉的声音，
那个人歇斯底里地冲着我咆哮着，似乎想要顺着网络数据过来掐死我。听到这个人的声音，我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哟，你不是死了吗？怎么还可以给我打电话了呢？真是奇迹呀！电话那一端传来了齐年的咆哮声。你为什么要把公司架空了？你不但转移资产，你还以公司的名义去贷款那么多钱。我冷笑一声，我投资的公司，我为什么不能撤资架空呢？公司本来就有一半算是我的，我为什么不能以公司的名义贷款呢？你那个初恋不是想要公司吗？我不是答应给他了吗？怎么还不够吗？你贷款的钱在哪里？被你弄到哪里去了？你把女儿带到哪里去了？齐年大声问道。这个可就是秘密了。我不是签了协议了吗？我放弃公司，但是我的事情就跟你们无关了。我平静地打开电脑，看着齐年的父母来到我以前的房子门口闹着。可惜他们不知道的是，那一栋房子早就被我出售了，只是新的屋主还没有来得及重新装修。你这个贱人，你这是犯法，你不怕我报警吗？齐年咆哮道。报警？那你去报好了。我冷冷地回应道。你不要忘记了，你已经死了的事情。当然，你可以豁出去，直接报警求助，来指控我好了。我到时候帮你找媒体，让大家见证一下一个死人是如何复活的。电话的那一端沉默了。过了一会儿，齐年才缓缓开口道：你是不是一早就知道了？我挑了下眉毛，知道什么？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你别装了，你一开始就知道了我的计划了，是不是？齐年问道。一听这话，我就乐了，继续用着无辜的语气说道：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会这么配合的把公司让给柳梦，甚至还不顾我父母的反对，叫来那么多人来参加我的葬礼。我就说呢，我让我父母低调办完丧事，结果却搞了那么大阵仗。齐年愤恨地说道。我听着他说出我的操作，但是我依旧假装不知道。啊，你在说什么？你死了，我不让人来参加你的葬礼，那我还是你的妻子吗？我是你的妻子，你死了，我肯定要广而告之，让你风光大葬呀！你，对方咬牙切齿的声音传来，你还知道你是我的妻子，这么陷害我？陷害是谁陷害谁呢？我冷笑了一下，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不会那么早就宣布死亡的，因为你还要转移我的财产呢，不是吗？你在说什么？齐年的语气变得心虚了起来。如果不是我投资需要查存款，我还真的不知道我的存款被挪用了。还好我发现的早，选择了冻结财产，还好我找人调查了你，不然我还真不知道你准备让我意外死亡呢。我笑着说道，如果不是我告诉你，我提前立了遗嘱，将所有财产都留给我爸妈，让你死了心，你也不会给我上演这一出吧？对方冷笑了一下，所以你还替我把葬礼弄得那么隆重，真是为难你了。我笑了笑，我这还不是怕你到处借钱，给我留下债务吗？不把你算计我的伎俩给毒死，我怎么放心呢？好在呀，你的初恋情人查出怀了男孩，你爸妈也着急着抱孙子，不然他们估计不会这么催你早点把我赶出局吧？你个毒妇，我跟你没完！齐年恶狠狠地说道。我冷哼了一下，我现在都已经把公司让给你了，你还想怎么样？一个连女儿都不要的人，还好意思跟我算账？女儿，哈哈哈哈！齐年笑了起来。你明明知道我只想要儿子，你却给我生了个女儿，还死活不愿意再生了。我家里就我一个独苗，你不是想要绝我们家的后吗？那个赔钱货还是留给你吧。齐年也索性不装了，还是柳梦好，她愿意给我生儿子，我当然得护着她了。
所以我把公司留给他。我有什么不对呢？公司虽然是你投资的，但是老板是我。你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既然如此，那你何必跟我打电话聊呢？还是留点时间多陪陪你的柳梦好了。她肚子大了，需要有人陪着，不是吗？那就这样吧，不聊了。我笑着说道。等等，齐年急忙地喊道：“我们不是还没有离婚吗？”我挑了下眉毛，他终于挑重点来说了。所以呢？你不是死了吗？我需要离婚吗？婚姻都无效了。你别跟我废话。齐年咬牙切齿道：“我现在需要钱，你作为妻子，有义务偿还我的债务。就算你不想，我也会拍卖你的房子。”哦，我在国内的房子已经出售了。我笑着说道，看着监控画面里的公公婆婆还在贴我以前的房子门口贴大字报。你让你爸妈省点功夫吧。你把房子卖了？齐年惊愕道。我婚前的财产，我自由决定，跟你无关。你别忘记了，我在你葬礼上签下的协议。我笑呵呵地说道。你这个贱人，你在哪里？我要过去杀了你。齐年咆哮道。你猜？我笑着说道，然后挂断了电话，将他的号码拉黑。我虽然在国外生活，但是我还是会关注着国内的一切，尤其是齐年他们一家人。因为公司的借贷数额比较大，齐年一时之间也找不到人凑这么多钱，再加上他在那些亲朋好友面前死过一次的人了，贸然出现只会吓到他们。我知道齐年很好面子，他肯定也拉不下脸来出现在亲朋好友的面前。就算齐年硬着头皮出现，那些已经参加过他葬礼的人也会因此知道他对我玩阴招的事情，到时候不但借不到钱，还会被人唾弃。所以齐年根本就不敢去找他们筹钱拯救公司。根据我雇佣的私家侦探给的反馈，齐年他们根本无力挽回公司，但是他却不告知柳梦真相，将公司法人进行了变更，哄骗柳梦成为公司法人，勉强保住了他好不容易供完的房子。柳梦在拿到公司之后，也发现了公司的情况，他也没办法找到人脉搭救公司，所以只好让公司申请破产。公司破产后，柳梦的老板娘梦也破碎了，一直哭哭啼啼的，对齐年也不再像以往那样温柔体贴了。听私家侦探说，柳梦经常因为这事情跟齐年吵架，但是我并不认为是因为老板娘梦碎的事情。我相信柳梦也不是傻子，齐年因为在城死了，所以他不得不带着柳梦到另一个城市重新开始。这也意味着什么都是重头来过，包括人脉资源。齐年跟柳梦并没有领证，因为我跟齐年没有离婚，他们俩也没有多余的钱出国领证结婚，只是拍了婚纱照就草草了事。齐年依旧有开公司当老板的心，于是他又注册了一家新公司，准备东山再起。只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现在为了筹到本钱，把心思都打到我女儿的身上来。当女儿接到了齐年的来电时，她很平静，她还特意按下了免提键。让我听听看，齐年是怎么跟他说话的。佳佳，爸爸是有苦衷的，爸爸装死是为了保护你们呀，请你相信爸爸，爸爸真的很爱你。齐年在电话里说得十分委屈。是吗？为什么假死？佳佳依旧很平静。为了保护你们母女俩呀。你妈妈在外面欠了一大笔钱，现在债主找上门来，爸爸只好诈死了。现在爸爸跟爷爷奶奶都过得很辛苦。齐年说道。你们在哪里？爸爸过去找你们会合。爸爸好想你呀。爸爸，你是真的很爱我们吗？佳佳问道。如果你真的爱我们，为什么连我们在哪里都不知道呢？对方沉默了一会儿，开口说道。因为你妈妈跟爸爸闹别扭了，所以不肯告诉地址，
佳佳忍不住翻了个白眼。那我们跟柳梦阿姨谁比较重要呢？她都怀了你的孩子了。齐年慌了，你在说什么？佳佳虽然年纪小，但是她也知道齐年一家的所作所为。我说，我们跟柳梦比，谁比较重要呢？齐佳佳再次问道。当然是你们重要了。柳梦的事情只是我们的欺骗别人的伎俩而已。齐年心虚地解释着。那你让柳梦把孩子打掉吧，这样我就告诉你我们在哪里。齐佳佳说道。你说什么？齐年的语气明显很不耐烦了。我们说的不是一回事，你别跟我闹了好不好？你妈妈跟我闹，你也跟我闹，你能不能懂事一点？亏我平时对你那么好。见到齐年不耐烦了，齐佳佳也不想装了。你不装了，那我也不装了。你跟妈妈打电话的那一天，我就在旁边听着呢。齐佳佳的话一说完，对方沉默了，随后就是挂断了电话。齐年连个解释都没有就挂断了电话，女儿对他彻底死心了。她扑在我怀里哭了好久，我花了很长时间安慰，才让她停止哭泣。看着女儿伤心的脸，我觉得我不需要再对齐年他们客气了。私家侦探再次给我发来反馈，表示齐年从女儿这边捞不到好处，所以他只好将他好不容易供完贷款的房子给卖了，拿出资金做生意。可是我怎么会让他如愿呢？我直接联系到了最有名的媒体，将此事爆料给媒体记者。媒体记者听到是之前闹得轰轰烈烈的圣母妻子让渡遗产给小三的事件有了反转，他们便马不停蹄地开启了调查，并根据我给的资料进行了跟踪调查。很快的，记者就搜集到了资料，并曝光了齐年诈死骗妻子的事情。因为事件有了180度的反转，所以很快就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新闻也很快就上了头条热搜事件。这个反转让不少吃瓜网友感到被欺骗，于是引发了很多人的不满。事件也引发了蝴蝶效应，先是齐年的父母被网友网暴，因为他们联合齐年欺骗众人假死。网友们之后也扒出了开死亡证明的医生，开始举报医生以权谋私，没有医德等情况，所以那一名帮齐年开死亡证明的医生朋友也被医院开除了。当然，齐年的初恋柳梦也难逃网友的谴责，她又一次经历了网暴，整天躲在屋里不敢出去，连产检都不敢去。齐年也受不了网友们的网暴，他干脆破罐破摔，直接开直播爆料说是我提前把公司架空，最后不但留了个空壳，还借用空壳公司贷款巨额资金捐款跑路出国。可惜网友们也并不买账，因为是齐年有错在先，齐年也算错了算盘。他不爆料还好，一爆完料，很快就引起了细心网友的注意。很多网友根据他的爆料，开始捋清事情前因后果。然后有人推算出齐年在变更公司法人之前就知道了公司被架空的事情，也知道了柳梦被他当成替罪羊的事情。网友的推算得到了验证之后，很快就有不少人艾特了柳梦的相关账号，有人甚至打电话给柳梦，纷纷喊话柳梦快跑，因为他被齐年这个紧致利己主义者给利用了。柳梦似乎也听进了网友们的劝告，趁着齐年不注意的时候悄悄离开了。他离开之前还不忘记转走了齐年卖房的钱。我看着私家侦探给我的反馈消息时，我都被逗笑了。看着他们俩狗咬狗的情况，还真是有趣。正当我以为齐年会在发现钱不见的时候，被迫选择报警。结果私家侦探却跟我说，齐年被警察逮捕了，因为他杀了人。对方正是怀着他孩子的柳梦。原来齐年在得知钱被转走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去找柳梦，
结果柳梦不见了。齐年在找到柳梦的时候，柳梦在医院里刚做完引产手术，他一气之下就将虚弱的柳梦给活活打死了。私家侦探把当时偷拍到的视频发给了我，我在视频中看到不少人在阻拦着齐年的动作，但是齐年气的五官都扭曲了，手里还攥着手术刀，谁也不敢贸然靠近他。齐年面目狰狞，他一边用手术刀捅着柳梦，一边怒骂道：“让你拿我钱，让你拿我钱！你果然是个拜金女，你都是冲着我的钱来的！我要杀死你这个贱货！”当他被警察抓住的时候，他的嘴里还在辱骂着柳梦。齐年的父母在得知齐年杀人被逮捕的时候，父亲吓得心脏病发，当场去世；母亲则是直接住进了医院，身体情况每况愈下。齐年因为杀了人被判了死刑。我犹豫再三，还是决定回国去见他最后一面。不过，女儿却拒绝了跟齐年见面的事情。她说道：“我的爸爸已经在那一场丧礼上死了，没有必要再见他了。虽然那时候的他走得匆匆忙忙的，但至少没有这么陌生。”听着女儿的话，我意识到女儿对于父亲为钱杀人的事情感到很抗拒。我点点头，默许了女儿的观点。在监狱里，我看到了齐年。齐年除了脸色憔悴之外，他的精神似乎也变得很不正常。看到我的出现，他猛地一下扑向玻璃窗：“都是你这个臭婊子害的！你还有脸来见我？如果不是你，我不至于变成这样。你说你都那么有钱了，还要跟我计较那么多吗？”齐年的眼白充满了血丝，他瞪大眼睛看着我：“当初就该把你杀了才对。”看着他依旧执迷不悟的样子，我忍不住苦笑了一下。这些都是我的错吗？难道不是吗？齐年恶狠狠地瞪着我。我坦白跟你说吧，当初追你就是因为你有钱。如果你没钱，你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你都那么有钱了，分我一半财产也不过分呐。我就算对不起你了，你作为妻子不该主动为我偿还债务吗？如果你早这样做了，我不会落到这样的地步。我冷哼一声，又怪我，你跟柳梦纠缠不清的时候，就该跟我坦白，我们可以顺利离婚。可是你千方百计地算计财产的事情，想谋害我不说，还要跟我玩诈死这一出戏，到底是谁把自己作死呢？齐年低下头，如果我当初坦白了，跟你离婚，你会愿意把财产分我一半吗？听到这话，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觉得也没有必要跟这种人聊下去了，纯属浪费时间。我索性起身离开，无视齐年的呼喊声。走出监狱后，我看到在门口等候着我的女儿，她安静地坐在车里，默默地看着我，轻声喊道：“妈，我饿了。中午吃什么？”我抬头仰望天空，看着湛蓝的天空，深呼吸一口气，然后快步地朝着女儿的方向走去。走吧，我们去吃个火锅吧。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听到这话，我不由得一愣，脑袋里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不可能，怎么可能会没钱呢？我们两个人这一年的存款都在一张卡里，我算了算，大概应该有10万块钱了。眼看着销售的脸上出现意味深长的表情，我急忙催促道：“你别跟我开玩笑，赶紧把钱拿出来！我都已经订好套戏，明天就开始拍摄了。我真没跟你开玩笑，那张卡里的钱我昨天转出去了。”虽然不敢对上我的目光，支支吾吾地开口道。我瞪大眼睛：“转出去了？你干什么用了那么大一笔钱？”孙然犹豫着说道：“我前段时间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姐开了个工作室，现在遇到资金问题。我是她的弟弟，我不可能不管她。她说了，这钱是算我投资的，等到他们赚了钱之后，就加倍还给我。”听到这话，我脑袋里轰的一声，更是差点直接晕过去。
我死死地抓住他的胳膊，咬牙切齿地盯着他。你把卡里的钱都借出去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办婚礼拍结婚照怎么办？之前我是出于信任孙然，所以才会同意他的要求的。两个人的工资放在一起，我之前想着反正两个人迟早要结婚，钱放在一起算也是很正常的事，所以就没多想。每个月的工资5000块钱，我就给自己留下1000块钱的生活费，剩下的全都打进那张卡里。我节衣缩食这么长时间，就为了办一场好一点的婚礼。没想到现在，孙然居然告诉我，这笔钱直接被他转走，借他姐了，而且还是没跟我打了个招呼的那种借。孙然他姐不喜欢我，这是我第一次上他家的时候就知道的事情。当时虽然有一个谈得更好的女朋友，但不过是嫌他们家寒酸，所以两个人就黄了。后来媒人介绍了我们认识，我觉得虽然模样还不错，性格也看得过去，就这么答应了下来。孙然不假思索地开口说道：“那我们就往后推一段时间呗，反正我姐那边的事儿肯定比咱们结婚更重要，这是她的事业，我必须得支持她呀。你想支持她，可以你拿自己的钱去支持你，拿我的存款干什么？虽然我给你3天时间，你立刻把这笔钱给我要回来，要不然的话，咱们这场婚礼也就不用往下办了。”我怒气冲冲地说完，直接拎着包包冲出了影楼。回去的路上，我越想越委屈，眼泪早已经流了下来。他不是不知道我有多期待这场婚礼的，我从小到大就没有过什么好日子。我想给自己准备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嫁给我最爱的人。虽然明明是知道我的心思，但他还是选择这么做了。如果不是因为今天要去拍婚纱照的话，他肯定还会再想办法把这件事情遮掩下去。那张卡里面应该一共是有11万，有7万是我的，4万块钱是孙然的。我只要把我自己的那7万块钱拿回来，如果他做不到的话，那我们两个人也没继续谈下去的意思了。下午，孙然怒气冲冲地回来了，因为我把他一个人扔在了影楼里，说的那番话让他丢了脸。白月，你整这样子到底是要给谁看？咱们迟早都是一家人。我姐那边遇到了麻烦，不就是用了你一点钱吗？至于这样吗？一看他和我凶，我的怒气也蹭的一下就被点了起来。你还有脸和我喊？婚期就定在下个月，该通知的亲戚朋友都通知遍了，就因为你把钱全借出去，我到时候怎么和他们解释？说钱没了，婚礼办不了吗？孙然不自在地说道：“婚礼那种东西就是有个过程，办不办有什么区别？我姐都和我说完了，婚礼这种东西就是花冤枉钱，除了你之外，还会有谁在意婚礼办得好不好？又是他姐。一般的家庭其实普遍存在的情况是重男轻女，但是孙然家里却是反了过来，他姐是家里的宝。甚至孙然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都是要全力对他姐好，明明也是个普通家庭，却把她捧得像个公主。结婚的时候，为了给她撑面子，更是直接陪嫁了50万，掏空了老两口的家底。这也是为什么我和孙然之间会过得这么难。我其实并不在意另一半有没有钱，在我眼里，日子始终是两个人共同创造的，只要他是肯干，就不愁没有好日子过。可现在看着孙然强词夺理的嘴脸，我突然之间有些犹豫，和他结婚的决定是不是太草率了？起码他往外借钱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问过我，而且我心里清楚，这10万块钱应该是打了水漂，就算是工作室真能挣钱，也不会分给我们。想到这里，我脸色更沉。你的钱我不管，但是我的7万块钱必须拿回来。如果你张不开这个嘴，那就我去说，
孙然烦躁地挠了挠头，最后咬牙切齿地看着我。我说的话，你是听不懂吗？他们工作室遇到了问题，现在还没有恢复正常运转呢。更何况，那是我姐，我怎么好意思去要钱？她明明知道咱们日子艰难，也知道这钱是我辛苦攒下来的结婚钱。她要是心里有你一分，都不会做得这么过分。我越说越气，干脆盯着孙然：“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要是不去的话，这笔钱就我去要。但不过你想好了，要是我去的话，咱们之间就彻底完完。”孙然嘟囔了一声，干脆把头转了过去，说什么都不看我，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我反正做不出来这么丢人的事。他这副态度，让我凉了一半的心，又凉了后半截。孙然指不上，这个男人也不能要了。不管怎么说，我的钱我是必须要拿回来的。你不去，我就自己去。话说完，我直接拎包出门。我和孙雪没见过几面，她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她。试问谁能接受她天天在耳朵底下提孙然前女友的好？话里话外的意思都是我能嫁给孙然是我8辈子修来的福气。因为他的这番话，我和孙然吵过不止一次，他也总是支支吾吾的在里面和稀泥。时间长了，我就不对他抱有任何希望。当时想着，等到结婚以后，我和孙然是肯定得搬出来过的，和他生气犯不上。现在回头看一眼，才发现自己真的蠢到了励志。还没等结婚呢，他就这么迫不及待地折腾幺蛾子。等结婚了，可还等了。孙雪的工作室做的是游戏类型，当时开业的时候，我跟着去了。他在里面投入很多，光是门店装修就花了不止10万，还有那些电脑设备更费钱。当我赶到工作室的时候，里面一个员工都没有。孙雪吃着西瓜，吹着空调，惬意地看着电视剧。我推门走进去，客气地叫了一声：“姐，你今天不忙啊？”孙雪扫我一眼，继续看她的电视剧，不咸不淡地开口道：“这段时间没生意，什么风把你吹过来了？孙然没和你过来，他今天有事，我自己闲得无聊，就过来看看。”我一边说，一边打量着工作室的环境。孙雪选了最好的地段，里面的所有的设备都是新换的，满满的科技风。这些可都是钱。孙雪没接我的话，我虽然尴尬，但还是开了口。孙然和我说，给你拿了10万块钱，可是这笔钱是我们2个人用来结婚的，现在连拍婚纱照都拍不起，身上连1000都没到。姐，你看这钱能不能先还给我们？我好声好气地和他商量，虽然以孙雪的性格，把钱还我不太可能，但是我觉得还是先礼后兵比较好。孙雪一听我这话就不乐意了：“你消息倒是挺快，我弟弟昨天才给我钱，今天你就上门要了，你们2个人这是什么意思啊？借钱的事他没和我商量，更何况我们也是真没钱了，才过来找你商量的。起码先还回来7万也行，婚期将近，哪个地方都得要钱。”我强撑着开口。孙雪翻了我一个白眼：“我现在手机也没有，昨天收到钱后，我就拿去给员工开工资了，现在兜里都要穷死了，我还准备再找你们借点呢。谁想到你们2个人一个比一个废物，我弟弟那么能挣，才攒了10万块钱，你说这钱是不是都让你花了？”我不满地开口道：“你这话可就说错了，那10万块钱里有一大半都是我省吃俭用的结婚钱。虽然每个月的工资才7000，打游戏买装备一充就好几千。既然话说到这里，我就直接说吧，我今天过来就是为了把那笔钱要回来的。我们要是不用钱的话，借给你应急也行，但是现在连拍婚纱照的钱都没有。眼看着都快过不下去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我还是尽可能的和他客气着。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把我自己的7万块钱要回来。至于孙然和他姐的事，我不想再跟着掺和。光是孙然不和我商量，打肿脸充胖子，把我的婚礼钱借出去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男人不能要了。在他眼里，他姐剪个指甲恐怕都比骨折严重，结婚后说不定还有多少破事在等着我。孙雪敷衍我倒是想给你，但是我手里现在真没有啊。我说了，我这出了一个窟窿，就得用钱补，现在窟窿好不容易补上了，我还得研究一下去哪再借点呢。听到他这么说，我的脸色也冷了下来。10万块钱一晚上就没？你是把我当3岁小孩子糊弄呢？你现在有难事，我理解，但我现在也难。我不要10万，你给我7万就行。孙雪啪的一下拍了桌子，怒气冲冲地看着我。你别忘了，你以后可是得嫁进我们老孙家的，和我撕破脸，可没你好果子吃。你还真以为你们孙家是香饽饽？我差点被他这话逗笑。少说那么多的废话，赶紧把钱给我。我话音刚落下，孙然就急忙冲了起来。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的，进门就瞪了我一眼。姐，孙雪阴阳怪气地开口道，你可别叫我姐，我没你这样的好弟弟。昨天刚把钱给我，说的比唱的都好听。什么你用多久都行，我们亲姐弟不计较这些。转头就让他上门要账。你们2个人一唱一和，玩得有意思吗？姐，这都是误会，你等下，我和他说。孙然陪着笑脸，一把把我扯了出去。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力气差别太大，我根本拽不过他。孙然满脸不耐烦，和在他姐面前时，完全像是2个人。你到底要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当然是要钱。我一把甩开他的手，皱着眉头说道：“你的钱要不要随便你，但是我的钱必须得拿回来。”孙然瞬间扬高了嗓门：“那可是我姐，你姐又不是我姐。再说了，就冲他今天这个态度，这笔钱我非要不可。你把人家当祖宗一样供着，他眼里可没你这个弟弟。”我冷笑一声。其实孙然对他姐的态度一直都让我觉得奇怪，当弟弟的对姐姐好，倒是一件正常的事，可偏偏孙然对孙雪好的有些太过分了，总感觉这里面带着讨好的意味。但不过那毕竟他们老孙家的事，我也不愿意多掺和，所以一直没问。够了，不就是7万块钱吗？你还要闹到什么？孙然突然大喊一声，你要是再这么斤斤计较，咱们2个就别结婚了。因为这笔钱，你和我吵了1天了，有意思吗？我细细地看了孙然一眼，真是怀疑自己当初瞎了眼，怎么选择在他身上浪费2年。我深呼吸一口气，这话是你说的，把钱给我，退婚。孙然的所作所为已经让我彻底死了心。有句老话说得好，宁给感情留遗憾，不给婚姻埋隐患。而且我太知道有一个能闹事的大姑姐是怎么样的生活了，因为我家里情况就是这样。我老姑当初闹离婚的时候，3天2头就往我家里跑，一住就是半个月1个月的。当初差点把我爸妈闹到离婚的地步，我就应该听我爸妈的，结婚就得找个独生子，起码没有这么多闹事的兄弟姐妹。孙然瞪大眼睛，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你再说一遍。我说退婚。我斩钉截铁地把话又重复了一遍。现在就把钱还我。我们2个人的婚期定在1个半月后，该通知的亲戚朋友都通知了。正因为如此，孙然把钱全借出去，我才会这么生气。你眼里只有你姐，她放个屁都恨不得攻上。我可没有福气嫁到你们这种家庭来。你动动你的脑子想想，我们结婚1分钱都没有，拿什么结？我们2个人的家庭都不太富裕，
所以订婚的时候就谈好了8万8的彩礼，我家陪嫁6万6，现在还没过彩礼钱。眼下唯一的经济纠缠就是这7万。孙然像是被打击一样，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就因为这点事，你就要和我退婚？对，就因为这点事，你姐不总在我耳边说，你能找到更好的女人吗？我现在给你机会，3天时间，你不把钱还我，我就去起诉。我就不信了，我的钱还能被别人吞了。这是我留给孙然的最后一句话。我们虽然在门口吵架，但不过房间门没关，我确定孙雪能听得到。虽然我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他能把钱还给我的概率还是微乎其微。他的性格就是貔貅一样，典型的只进不出，想从他手里拿出点东西来，简直比登天还要难。说得好听，是借给他10万，难听的一点，这钱就是送给他的，他绝对不会还的。我直接打车回了现在住的房子，1个月1200的房租，还都是我掏的。我现在真是越来越想笑。孙雪总觉得我占了孙然多少便宜似的，却也不想想他这么多年在游戏里充了多少钱。如果不是我天天看着，恐怕这4万块钱都存不下来。我叫了保洁上门，2个人动手，把孙然的东西都收拾了出来，装了3个大麻袋，一起堆在了门口。当孙然回来，看到我把他的东西都丢了出来，当即就发了火：“白娜，把我的东西都丢出来，你几个意思啊？”我坐在沙发上，淡然地看着他。这个房子是我租的，房租也是我的钱，现在咱们2个人玩完了，我肯定得让你从这滚出去啊！我们之间现在的关系就只剩债主，有时间在这和我喊，不如赶紧想办法去把钱要回来，省得你吃官司。你虽然被我气得不轻，咬牙切齿地看着我，你认真的？不然呢？我在和你开玩笑吗？我皱着眉头看他，少说那么多废话，麻溜拎着行李滚。孙然冷笑一声，居然直接进来，一屁股坐在我身边。我就不走了，我看你能拿我怎么办？他那副耍无赖的架势，让我恶心极了，也更加后悔当初瞎了眼，选了这个人渣谈恋爱。对于这样的人，还是趁早甩得越远越好。我今天和你说的话，没一个字是在开玩笑。既然这样，你就自己在这住吧，反正这房子还有3天就要交房租了，我看你怎么办。话说完，我就要站起身去收拾自己的行李，但是手腕却被孙然一把抓住。他眼神不甘地看着我，我们一起走过那么久，就因为这么一点事，你就要和我分手？2边的亲戚都通知完了，再告诉他们退婚，这多丢脸呢！孙然用力地叹了一口气，我承认这件事是我做错了，我应该和你商量的，但是她毕竟是我姐，她遇到难处了，我不帮她，还有谁能帮她呀？然后呢，我不太了解她和我说这番话是什么意思，但不过能从孙然口中听到她主动认错，就已经足够让我震惊了。我不知道他从小受的教育观念是什么样的，但是孙然就属于那种犯了错，还有一大堆理由给自己往回找不的。每次有争吵的时候，都是一件事翻来覆去的吵，即便是他做错了，最后也会怪在我头上。娜娜，我和你道歉。孙然脸上为难，像是下了很大决心，但又莫名带着耻辱感。只要你能原谅我，你让我怎么做都行。我已经习惯了有你的生活，我真的不想和你分开。他纠结的不行。如果这话他早点说的话，或许对我来说还算有用。但是现在，我只想一巴掌拍在他脸上。他不是怕失去我，是怕和我分开以后，他的生活质量会下降。毕竟他的生活支出有一部分都是我用我的工资贴补他的。我眼神一转，
又慢悠悠地坐了下来。既然你这么说了，那应该也是认识到自己错误，不然这样，你把钱拿回来之后，咱们再说别的。孙然脸上露出为难的表情。娜娜，你别逼我，我姐那真没钱了，她都把账单给我看了，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我们毕竟是姐弟，遇到事情了，我不帮她，还有谁能帮她？你清楚，那是咱们的结婚钱，既然你姐那拿不回来，那你就去借，什么时候7万块钱还给我，什么时候再说别的。我冷冷看他一眼，这是我留给他的最后一句劝告，他要是再不听，就只能法院见了。还有一件事，我说的复合式钱拿回来之后，所以现在要不然你搬，要不然我搬。孙然瞬间急了，你这么做有意思吗？我之前一直以为你是真爱我的，就因为这件事就要和我分开，我现在才看清你的为人。你的爱真的好廉价呀，廉价的爱配廉价的你，不是正好吗？虽然不愿意走，那就我走。他拉着我不放手，我感觉也没有多少爱的感觉，起码留住我的话，他这个月的房租还可以解决。要是真让我走了，这1000多的房租他可掏不起。想到这里，我离开的步伐更快，而且第一时间就去找了律师。我把我们之间所有的事情都说了一遍，而且还去银行打印了我的流水，包括这段时间往那张卡里的转入记录。现在唯一难办的就是孙然是偷偷背着我转账的，我全程不知情，没有记录能够证明这件事情是借款。江律师，我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把我的存款拿回来，越快越好。所有的资料都在这里了，你觉得这场官司能打得赢吗？我越说越焦虑，如果能穿越回去的话，更是恨不得给自己2个耳光。当初为什么要同意把钱存在孙然卡里呀？我的钱就应该自己留着才对。江律师推了一把脸上的眼镜，神色复杂。这个官司不太好打，因为你没有证据证明他这是借款。而且开户卡在他的名下，如果在法庭上他反咬一口这是他借给你的钱，你的流水只是还款的话，那才是哑巴吃黄连呢。像这种因为钱产生矛盾的民事案件，江律师处理过不少，而且像他说的这种情况，孙然一定做得出来。想到这里，我有些慌神。江律师，那我应该怎么办？这笔钱我真的攒得很辛苦，我每个月留给自己1000生活费，谁能想到还有这种事？我越说越委屈，要是这笔钱真打了水漂，还不如杀了我呢。别怕，你想个办法套他的话，用手机录下来，最好让他亲口承认，这笔钱是你借给他的。我眼前一亮，谢谢江律师，我的东西还在房子里没收拾出来。回去的时候，虽然正在沙发上一边叹气一边给他姐打电话。姐，怎么办啊？白娜说了，这钱要是不还回来的话，她就不和我结婚了。你看，要不然这样，你先把钱还给我，我先把它稳住，等我们结婚以后，我再偷偷把钱给你。我们毕竟处了这么久了，我也舍不得他。房门并没有上锁，而是留了一条缝，我站在门口，听得清清楚楚，一时间如同一桶冷水迎面泼过来一样。我愣在原地，有些不知所措。我差点都信了孙然的说辞，以为孙雪那边真的周转不开，实在拿不出来钱。现在看来，他们早有计划，说不定从孙然说让我们一起存钱办婚礼的时候，他们就有了这个算盘。这对姐弟还真是恶心透了。我听不到孙雪说了，孙然的声音倒是越来越不耐烦。不行，你现在手里有钱，就先还给我。我和白娜处了这么久，我肯定得把她娶回来的。你难道非要看我继续单身下去吗？当初从我手里拿钱的时候，
你说的好好的，现在怎么突然之间变脸了？我把你当姐姐，你把我当什么呀？我们两个人要是真因为这点钱分了，我和你没完。”孙然怒气冲冲地挂了电话，我也掐着时间推门而入。孙然有些慌张地看着我：“娜娜，你怎么突然之间回来了？”我脸上愁苦地叹了口气。我刚才给我妈打了电话，家里的亲戚朋友都通知遍了，要是告诉他们婚礼推迟，我肯定得挨骂。咱俩这辈子就这次婚礼，你真舍得就这么寒酸吗？孙然急忙开口道：“那些都是没用的仪式感，那些亲戚朋友们肯定更在乎饭菜好不好吃。可咱们现在连婚宴的钱都没有，你姐那要是真没有的话，你就去找人借吧，我不想留下遗憾。”我说完，又拉住孙然的手，忍着恶心开口道：“我还是不知道，你为什么动卡里的钱不和我说呢？这笔钱是我们的血汗钱，你起码该和我商量。你都不知道我有多伤心，你的这种做法，在我眼里和背叛没区别。”孙然瞬间急了：“我姐给我打了1个月电话，天天和我说她没钱，要赔本了，非得让我帮她，我也没办法。一开始是说好的，这钱是我借给她的，会还给我的。现在突然之间变了一副嘴脸。”我循循善诱地开口道：“那不然我们就去起诉他，反正转庄记录、聊天记录都摆在那里，他没理由不还钱。”孙然摇头：“这是太丢人了。你见过谁家姐弟因为钱闹上法庭的？我丢不起这个人。那我们的钱怎么办？让他这么拖下去吗？”我一下甩开孙然的手：“你怕丢人？我不怕，就算不能起诉，我也一定要让他给我写个借条。说句难听的，你姐姐从来都没把你当成一家人看待。你选吧，是让我去起诉，还是让他给我写借条？”孙然挠了挠脑袋，满脸为难：“我实在张不开那个嘴呀。我耍脾气，我不管那些，我起码得要个保证。不然这样，你给我写个借条，反正那钱也算是你从我手里借出去的，没这份字据的话，我心里不踏实。咱们两个人要结婚的，写借条分得这么清楚，干什么？”虽然不理解看着我：“到时候咱们两个人的东西都是公用的，你的不就是我的吗？”我冷声道：“这是你们姐弟俩的事，是你们非要扯到我头上的。你要是想继续和我结婚，那就写借条，要不然让你姐写，钱拿不回来，我留份借条让自己心安，这是不过分吧？”孙然急忙开口道：“不过分，不过分。只要你还愿意留在我身边，你让我写什么就写什么。”江律师已经提前发给我一份标准借条，我全都写下来了，摆在孙然面前。我只是想给我自己一个心理安慰，起码有了借条，这钱还能拿出来。你知道我天天为了省那几块钱过的啥日子，你会理解我的，对吧？孙然没多想，直接在印泥上盖了自己的指纹。这是怪我，所以你让我怎么做都听你的。我姐那人脾气不好，你和她说话不管用，我去慢慢磨，这钱咱们迟早都能拿出来。我用力的点头，反正借条已经签好了，这7万块钱是我借给你的，你还是想办法去借钱，把婚礼先办了再说。我爸妈那边一直在问我准备的怎么样了，我去想想办法吧。虽然没办法，只能暂时答应下来。拿到借条和录音后，我火速去找了江律师，把所有的证据都给他。江律师也没想到我速度这么快，但是在听完录音、看完纸条后，看着我开口道：“有这2份东西在手，官司咱们赢定了。你想什么时候起诉，越快越好。”我直接开口道：“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把钱拿回来，然后离这对缺德姐弟远一点，越远越好。”江律师点点头，交给我。
孙然果真去借钱了，但是他这么多年人缘不好，借来借去也只能借到2000。但不过我挺开心的，起码房租钱出来了。孙然找我房租的时候，我一脸无辜地看着他：“你是不是忘了我所有的积蓄都在那张卡里，被你借出去了？我现在身上1分钱都没有，让我变成这种情况的人，你还意思找我房租？”我一番话噎得孙然说不出来话，只好灰溜溜地走了。我不知道他和孙雪之间现在怎么样，但是根据我的推测，2个人应该是闹僵了。最伤心的人应该是孙然，他是真心把孙雪当成姐姐的，但不过在对方眼里，他更像是一个好骗的傻子。法院的通知书1个星期后才到，等孙然回来的时候，我都已经把自己的收拾好，提前跑了。我提醒过他，现在我们2个人之间只剩债主的关系，他不仁，我不义，我觉得我做的挺正确的。我回家后，把这段时间的事情都和我爸妈说了一遍，他们毫无疑问地支持我，并且给所有的亲戚朋友说了退婚的事，当然理由也都说清楚了。我把孙家的人联系方式全都拉黑，甚至我爸妈的手机也用了同款操作。打官司的事情交给江律师处理就行。我安心的等着法院开庭，甚至特意在外面租了个房子。以孙然的脾气，根本会过来找我的。果不其然，孙然来我家里闹了好几次，但不过我爸妈都给他挡了回去。江律师果然靠谱，在法庭上我赢得彻底，律师只给了孙然1个星期的时间还债，如果还不上的话，就去抵押他名下的资产。他的律师过来找我，试图商量一下，却被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从孙然摆出那个态度时候起，我们之间就再也没有别的关系。我不知道他和孙雪到底是怎么说的，7万块钱确实是按照规定时间到了账，我估计这钱要回来的不会太顺利。孙雪是个小心眼的人，就算他们姐弟能和好如初，最后也肯定会留下一根刺。我觉得孙然还得谢谢我，要是没有这件事的话，恐怕他还是看不清楚孙雪的真正嘴脸。我打算换个城市生活，却没想到又遇到了孙然。我们这2个月里见过的唯一一面，就是在法庭上。宣判结束之后，我就直接走了，根本没给孙然和我说话的机会。孙然一看到我，眼睛立刻红了。我本能的后退一步，提防着他。我是真没想到，你能做到这种地步。那份借条根本就是你哄骗我写的。我无所谓的开口道：“你借我钱是事实啊，既然我拿不回来，那就让法律给我拿回来。我没觉得我做错了什么，我是个很理智的人，对我来说，结婚就是为自己的后半生选择一个合适的战友。我在努力上班的时候，他也在为小家庭共同奋斗，而不是我在前方努力，他在后面捅我刀子。虽然不合格，我也不可能再给他机会。”孙然哽咽地开口道：“那我们这2年的感情呢？在你眼里就没有那7万块钱重要吗？”我没想到他居然会哭，我挺意外的，但不过好像和我没关系。这笔钱是用来支付我们的婚后生活的，你没想过我，也没想过我们婚后。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感情就已经变得不值钱了。我定定地看着他，相处的这2年里，我对你怎么样，你心里也清楚，肯定是我太纵容你了，才会把你变成这样。我们真的没可能了吗？虽然想上来拉我，却被我直接躲开。我是真心实意想要娶你的，但不过我鬼迷心窍，听了我姐的话，才会变成这样。我现在真后悔了。她哭得很大声，我也相信她是真的后悔了。我不知道在这么严苛的社会环境下，她是怎么过得这么单纯的。说得好听叫单纯，说得不好听就是蠢。
后悔也没用，好好过自己的生活吧。记住了，不是每个人都和你一样对别人掏心掏肺的。我拍了拍孙然的肩，也算是安慰他吧。我只庆幸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在我婚后，不然的话，我的下场一定会更惨。后来，我离开了生活20多年的城市，换了个环境，重新结交朋友，好好生活。再一次听到孙然的消息，是在过年背时候，听说他和他姐闹翻了，已经是老死不相见的地步。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孙然和他姐打架，把他姐打得很严重。我们这毕竟是个小县城，什么消息都藏不住。我能从他们的描述里拼凑出大概的故事线。孙雪发了疯一样一样要把孙然告上法庭。他被孙然打得肋骨骨折、腿骨骨折，以后可能会残疾。一个好好的家庭就这么毁了，成为了十里八乡的饭后谈资。我下意识地突然想起孙然以前和我描述他姐多好多好的时候，突然有些想笑。这件事才是孙然最大的教训。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我姐姐回国那天，请我出去陪她一顿团圆饭，全家5口人，4个人不同意。陆贺叔皱了皱眉。我晚上跟同事出去不回家，他们小2口要出去逛街，你不在，孙子谁照顾？儿子说：“妈，小时没你照顾不行，你就老实待在家吧。你都这么大人了，不能再那么任性了。”儿媳也说：“早就说好，今天晚上我跟他要出门的，你现在出去，不是扫我们的兴吗？”孙子陆时也忧说：“奶奶不许走，我晚上要吃奶奶做的烤面包、炸鸡翅当夜宵。”我跟他们好说歹说，努力沟通。我跟姐姐20多年没见了，她这次好不容易回国，我去见她是应该的。最后沟通下来的结果是，我去可以，但是我得先把家里人的晚餐准备好，再为孙子准备换洗的衣服。晚上不能迟于8点回来带孙子，不能耽误他们小2口出去逛街。我煮好饭，炒完菜，已经接近6点。陆贺叔去赴约了，儿子儿媳带儿子去楼下的公园玩。我解下围裙，去衣柜挑选外出的衣服。我衣服没几件，基本都不超过50块，实在拿不出手。直到我翻到了那张房产证。一直以来，我对自己吝啬无比，是因为陆贺叔说将来要攒钱，在我一直想去的城市买房养老。现在上面写了他和林淑华的名字，我投入的钱，我的青春，像极了笑话。我呆呆地坐了不知道多久，直到我姐打电话催我，最后我才勉强找了一件像样的衣服到姐姐订的5星级酒店门口，被拦住了。就在我窘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时，我姐姐从司机的劳斯莱斯下来，带我进去。姐姐比我大2岁，穿着旗袍，整个人雍容大气，看起来就被钱养得很好。我看上去还要比她更老一点。姐姐订的位置是 VIP 位，不光可以俯瞰坐在下面的顾客，还能看夜景。这些年，姐姐的变化很大。当初姐姐考上了名牌大学，爸妈交不出学费，想让她嫁人，姐姐哭喊着不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闹绝食。当时我正在上高中，成绩不好，站在父母面前说：“我不想上学了，我要赚钱供姐姐上大学。”从那天起，我就在舅舅的介绍下进厂打工了。姐姐也很有出息，大学成绩优异，年年都能拿奖学金。毕业后，姐姐开始创业，业务一点点扩展到国外，每年都给我打钱，但这些钱最后大部分都进了我爸妈的口袋。菜单上的菜品，每一样都贵到啧舌，一道菜就是我家1个月的生活费。姐姐从容地点了很多菜，又问我爱吃什么，熟练的像是家常便饭。餐桌上琳琅满目，都是我没见过的食物：白松露、
鱼子酱、野生蓝鳍金枪鱼、神户牛肉、顶级葡萄酒。姐姐帮我切肉，语气温柔。吃完这些，姐姐带你逛街买衣服。姐这次回来就是让你享福的。第一次有人对我说要让我享福，我的目光局促向下看去，忽然捕捉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是陆贺书。他说今天晚上有同事约他吃饭，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而坐在他对面的那个人，我很熟悉，这是他大学时的初恋林淑华。他们点了一首曲子，一位身穿西装的男人在他们身边用小提琴拉了一首我们那个年代很火的情歌，很有小资情调。就在这时，陆贺书拿出一个金镯子，戴在林淑华的手腕上。接着，他又拿出我们省吃俭用攒出的新房钥匙，交到他手里，满眼温柔：“这套房子给你住。”陆贺书斤斤计较我花的每一分钱，却将他的大方权留给了他的初恋。自从我嫁给陆贺书之后，我再没有上桌吃过饭。他初入职场，我们两个一穷二白，跟着公婆还有他弟弟住，餐桌上没有我的位置，而我要伺候他们全家。再后来，他从律师助理成为独当一面的律师，经济上终于有了富裕。我们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有了儿子、女儿，但我仍然没有属于自己的位置，因为林淑华那段时间身体不好，陆贺书谎称她是他表姐，身体不好需要照顾，我就接纳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初恋。林淑华住了2年多才离开，后来婆婆生病，陆贺书又把她接过来让我照顾，一照顾就是10几年。现在女儿嫁人，儿子又有了孙子，家里依然没有我的位置。我一直是这个家的边缘人。现在陆贺书开了自己的律所，收入不菲，可是对我越来越苛刻，甚至于我每天买了什么需要记账，给他核实。他提防我花钱，像在提防一个外人。我姐姐看见了这一幕，她在我碗里加了块牛肉，对我说：“我一辈子没结婚，最挂心的就是你这个妹妹。如果你跟你丈夫离婚，我上亿的遗产全部给你。”那天晚上的饭菜，我吃不出滋味。陆贺书和林淑华走后，我姐姐买了单，带我去附近的商场买衣服。她看中适合我的，就给我包了下来，丝毫没考虑价格。离开前，她给我一张地址和联系电话，让我遇见任何麻烦都来找她。等我回家，已经过了晚上10点。刚进家门，还没换鞋，我的儿子儿媳对我是劈头盖脸一顿责骂，说好了晚上8点前回家，你自己看看现在都几点了，害得我们到现在都没时间散步。今天晚上你的菜炒咸了，小时都没吃几口，一直在喝水，给我心疼坏了。你这个当奶奶的怎么这么不负责任？面对曾经习以为常的生活，我忽然感觉很疲倦。菜炒咸了，你们可以自己做，家里难道只有我长手吗？儿子儿媳没想到我会还嘴，愣住了。陆贺书正坐在沙发上戴着眼镜看书，见我回来，语气也不是很好。都60岁的小老太太了，玩心还那么重，怎么年龄越大，心胸越小了？他们年轻人正是爱玩的年纪，你跟他们计较什么？我说，你是不计较，他们2口子爱玩，你可以说你帮他们带孙子，这样孙子有人带，他们也能空出时间散步，为什么非要等我回来做呢？陆贺书看着我，表情很严肃。陈霞，这么点小事，你至于吗？小事，刚刚这些人指着我谴责的时候，我还以为我捅了天大事篓子。我不想再忍，走到他面前，今天晚上你在跟什么人吃饭？陆贺书蹙了蹙眉，我走之前不是跟你说过，是跟律所里的人一起吃饭。我拿出我拍的那张照片给他看，我从来不知道林淑华是你律所里的同事，
照片里正好拍到陆鹤书将金镯子戴在他手上的画面。陆鹤书睁大了眼睛，一把夺过了我的手机。好啊，陈霞，你竟然跟踪偷拍我！这么多年，我供你吃供你喝，你竟然这么对我，我真没想到你心肠这么狭隘。我跟林淑华只不过是普通朋友，他退休后想定居在这里，我不过是想给老同学送点见面礼，这么简单的事，你至于在这里质问我吗？我难过的手抖。那房产证呢？你凭什么在我们买的房产证上写林淑华的名字？这个房子我出了嫁妆，这些年我一边照顾孩子，一边上班打零工，就是为了跟你一起攒钱买下这个房子给我们养老。你怎么能不经过我的同意随便给外人？陆鹤书一脸失望地看着我。陈霞，你都这么大人了，能不能不要这么物质？这房子我出了大头，难道我还没有处置权了？还有，我们家的经济情况你也是知道的。你既然能拍到我，肯定也是去那里吃饭了，对吧？你怎么能带你姐姐去那种地方吃饭？我跟你说过多少遍，请人吃饭要掂量掂量自己的实力，不要打肿脸充胖子。这些年，我没有跟他们说过我姐姐的经济情况，他们知道我家境不好，所以把我姐也当成了需要帮扶的对象。我没有跟他们交代我姐在国外有矿，是大老板。只是陆鹤书的反应让我心寒。对于我的东西，我总是能省则省，所以就算我跟姐姐一起吃饭，也穿不出一件像样的衣服，因此被拦在酒店外面，买了虾。一上午的时间，我的双手不停地忙碌着，辛辛苦苦地剥开每一只虾的壳，再仔细地抽出那细细的虾线。等我炒完最后一盘菜时，盘里一只虾也不剩了，我只能吃旁边的素菜。我对自己已经吝啬到了这种程度，而仅仅只是因为我拍了一张陆鹤书给林淑华戴镯子的照片，我就变成了那个物质的人。看来这个家，我也没有什么留下去的必要了。我拿上我的东西，准备离开家。我的儿子拦着我：“妈，你这么大年纪就不要再任性了，不就是一张房产证，你至于闹那么大脾气吗？”儿媳也来劝：“是啊，你要硬想住那房子，爸也不会不让你住啊，都是一家人，不要说两家话。”陆鹤书揉了揉眉心，长久地注视着我，笃定我不会走一般。陈霞，听话，别闹了。林淑华心善，你好好跟她说，她肯定同意你住那个房子的。房产证上写谁的名字都没区别。我冷冷地看着他们，像在看陌生人。这就是我亲手养大的孩子，这就是我这么多年不离不弃的丈夫。我深吸一口气说：“陆鹤书，我们离婚吧。”当天晚上，我就收拾东西离开家。我儿子想拽我，陆鹤书叫住他：“你还不了解你妈？她是远嫁，父母早就死了，根本就无家可去，自己在外面瞎转一圈就回来了。不要拦着她，让她自己清醒清醒。曾经的我就是这样，那时候我才25岁。”陆鹤书管钱管得严，我一路走到车站，连10块钱的车票都拿不出。就在我坐在公园的长椅，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陆鹤书用老式手机给我打来电话，给我听我儿子的哭声。儿子做不懂数学题，牛奶洒在衣服上，不知道该怎么办，哭得歇斯底里。儿子在电话里哭着对我说：“妈妈，我好想你。你不要走好不好？”我不忍心，立刻就赶了回去，帮他洗好衣服，重新泡了牛奶，辅导完他小学数学题，带他洗澡，帮他擦干头发，哄他睡觉。这些事明明陆鹤书也能做，但是他一直说自己工作忙，要准备诉讼资料，从头到尾窝在书房没出来过。但是这一次，我真的不会再回来了。
从家里离开之后，我打车去了姐姐家的别墅。路上，我给姐姐打了电话，到了地方，姐姐已经出来，站在门口迎接我。不用我事先告知，她早早就给我准备好了卧室。就这么一个卧室的面积，抵得上我们一家5口住的房子。这还是在寸土寸金的上海。晚上，她来到我的房间，像我小时候那样，拍着我的背，哄我睡觉。对不起，姐姐回来的太晚了，不知道你过得这么苦。那一瞬间，我的心里忽然涌上来许多委屈。我明明已经一大把年纪，现在却像个孩子一样埋在她怀里，哭得泣不成声。从那以后，姐姐一直留我住在那里。她家里有专门的保姆伺候生活起居，想吃什么口味的菜系，就配备专门的厨师，甚至还有私人医生做体检。不光如此，她还在我的卡里打了100万，让我随便花。与此同时，她请了最好的离婚律师帮我拟离婚协议，做财产分割。律师带着拟好的合同，将离婚协议交到了陆鹤书手里。接着，陆鹤书就给我打来了电话：“你一定要继续跟我闹下去吗？请个律师有多贵，你不是不知道。离婚这么点事，你至于吗？陈霞，你介意的其实根本就不是房产证，而是我跟淑华吃了一顿饭，是吧？你都多大年纪了，能不能不要像一个小女人一样跟我闹脾气了？你也不想想，我跟她都不年轻了，还能发生点什么？淑华是个好人，我当初为了你跟她分手，补偿她一套房子，怎么了？我不接受她的破。什么叫为了我？你是舍不得上海这边给你的 offer， 不愿意舍弃自己的事业，跟他去北京才提的分手。陆鹤书，不要把脏水都泼在我的身上，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不替你们背这口黑锅，我也不欠你们的。儿子急冲冲地过来接过电话：“妈，你就不要跟爸置气了，赶紧回来吧。你不在这些天，我们天天忙得只能吃外卖。你也不想我们每天都吃外卖吧？小宝这几天外卖吃多了，都口腔溃疡了，他想吃你做的糖醋排骨了。你赶紧回来吧。林一当初住在我们家的时候，对我们挺好的，他也没主动提过要在房产证上加他的名字。妈，你都这么大人了，就不要跟他计较了。陆石从小心脏不好，一直是我做营养餐，注重给他搭配营养，督促他打针吃药去医院，才让他一直健健康康的。”我淡淡道：“照顾好小宝是你们的责任，说到底，你们才是他的父母。我一辈子伺候你们吃，伺候你们穿，到头来也没有听过你们一句好话。林淑华只是跟我们住了2年多，没为你们做过一件事，你们全都帮着林淑华说话。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她，为什么家里有事要做的时候，只想着来找我呢？离婚协议已经交给陆鹤书，如果不签，我也不介意打官司。”说完这句话，我挂断了电话。打完这通电话，我姐想到那天陆鹤书给林淑华送镯子的事，气不过，又给我打了100万，让我给我俩买一对更贵的金镯子，当姐妹镯。去金饰店那天，我看中了一个做工十分精致的镯子，正想戴上看一看，一双手忽然拦住了我。我抬眼一看，是林淑华。她看起来斯斯文文的，虽然已经满头白发，但看起来就是被富养了一辈子，脸上没有疲态，只是目光高高在上，有几分瞧不起我的意味。陈霞，你不能因为陆鹤书送了我一个金镯子，你就跟我攀比，打肿脸充胖子也买一个金镯子啊！像你这样因为冲动消费，最后负债累累的人，我见得太多了。你已经这个年纪了，就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买单，不要跟那些年轻人一样任性了。陈霞，我们单独聊聊吧。茶馆里，林淑华神情自若地点了一壶茶。她用热水泡着新上来的茶具，
漫不经心对我说：听说你因为之前陆贺叔请我吃了一顿饭而跟他闹离婚。大学的时候，我们确实是郎才女貌的一对，他是法学系草，我是中文系花，我们曾经相互吸引，也确实谈过恋爱，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我们两个人现在都已经放下了。你不会以为自己的魅力大到让陆贺叔这辈子只喜欢你吧？任何人都有初恋，你没有立场在这里跟他斤斤计较。你如果实在介意，大不了我把他送我的镯子让给你。女人啊，还是要大度。这些年来，他赚钱养家不容易，你们这个家做了很大贡献。我不希望你们因为我的缘故变成这样。我跟你不一样，我不是困于世俗中的女人，对金钱并没有那么大的欲望，所以我并不想跟你争抢这些钱。你也不要那么狭隘，看谁都是想跟你抢那点钱。我告诉你，我看不上。林淑华当初在我家住的时候，陆贺叔就时不时给他钱，银行里现在还有那些汇款记录。他和我不一样，从来不用张口要钱，只要他想要什么东西，陆贺叔就会给。在我不知道的时候，陆贺叔一个月给他自己一半的薪水，陆贺叔自己留一部分，将剩下少得可怜的薪水给我。你以为这就是给我的钱吗？不是的，这是给我们全家人的生活费，而我需要对每一分钱精打细算，维持我们家的开支。一旦超支，陆贺叔就会一脸阴沉地找我核算账单，质疑我乱花钱。实际上，为了维持家里的花销，我时常做一些裁缝的工作，换点钱回来补贴家用。而林淑华则拿着陆贺叔的一半薪资出去游山玩水，看山看海。他不需要计较花销，因为陆贺叔是他坚实的后盾。再后来，陆贺叔借用自己的人脉关系，给他安排了个大学老师的工作，日子过得很清闲，假期多。虽然他没有主动提出在房产证上加他的名字，可是在得知自己的名字加上去之后，他也并没有拒绝，只是无比坦然地接受了。他根本不需要歇斯底里去争，因为陆贺叔会让他不缺，他还能落得一个不争不抢的好名声。可我想要这些东西，就得伤筋动骨，活活扒掉一层皮，丑态百出才行。林淑华做出一副大度的样子，既然你这么想要这个金镯子，我让给你就是了。以后不要再跟谁对不起你似的离家出走了。陆贺叔对你已经很好了，你不要贪得无厌。说着，他就要把手中的镯子给摘下来。我忽然感觉好笑。林淑华口口声声说自己不在乎钱，她跟我不一样，但是从头至尾也只提到了这个镯子，没有提房子的事分毫。上海的房子，她真的不想要吗？就在这个时候，顾贺叔挡开了我的手，护在林淑华的面前，失望地看着我。我说：你怎么突然要跟我离婚？原来就是嫉妒我给林淑华送的镯子和房子，一天天戏那么多，结果到头来还是要钱。陈霞，不要以为全世界的人都跟你一样，眼珠子都盯着那点钱不放。林淑华她跟你不一样，当初我跟你谈婚论嫁，跟她分手，伤透了她的心，我只是弥补一下我年轻时代错误而已。陈霞，这是我亏欠她的，你不要太过分。你不是想离婚吗？好啊，我成全你，我会娶淑华为妻，你就自己做吧。我冷冰冰地站起来，离婚协议已经交到你手上了，离婚可以，你得把我给我们养老房出的50万还给我。陆贺叔露出嫌恶的表情，钱钱钱，你只知道钱。陈霞，你也不想想，你手里这点钱在上海能做什么？没有我，你什么都不是。林淑华拉了拉陆贺叔的手，好了，跟这种人还有什么好说的？你们离婚之后，他穷也好，富也罢，就算饿死街头没人收尸，也跟你没关系了。
两个人就这样手拉着手，无比恩爱地走了。看着他们恩爱，我的心里竟没有半分触动，只觉得可笑。那一刻，我忽然想知道，林淑华享了一辈子福，能不能受得住当陆鹤书妻子的操劳？他们结婚那天，陆鹤书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宣布了他们的婚姻，并配文：“40年劳燕分飞，如今终得圆满。”他们在三亚拍的婚纱照，那性感的婚纱穿在年迈的林淑华身上，违和感满满。但很多人在他的微博下点赞：“老陆终于跟大学初恋在一起了，两位能走到今天，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儿子发消息跟我炫耀：“要不是你自己做，也不会沦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林姨温柔贤淑又漂亮，不知道比你好多少倍。你现在就算撒泼打滚，爸也不会跟你复婚了。”我姐看不下去，动了动手指：“请帮我拟离婚协议的律师在陆鹤书的微博下评论。”这名律师是比陆鹤书更有名气的律师。不光如此，在微博、某音、某书上粉丝加起来是陆鹤书的好几倍。他在陆鹤书的微博下指名道姓，恭喜结婚，顺便提醒一下陆律，你将与原配打拼出来的养老房上写了现任的名字，属于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请及时赔偿该行为对原配造成的损失。他的名气在业界比陆鹤书高出几倍，这么一遭下来，陆鹤书的评论区立刻被冲垮。陆鹤书最擅长的就是打离婚官司，可是现在无数女性涌入他的评论区，谴责他的行为。原本一派和气的评论区顿时画风突变。一个道德如此败坏的律师，该怎样维护好女性权益？原配辛辛苦苦陪他打拼一辈子，结果最后养老房上却写了别人的名字，原配也太惨了吧！本来还以为是天作之合，现在看来完全是渣男贱女。抵制人渣，抵制人渣！陆鹤书的100万粉丝一夜之间掉了20万。当天，女性权益这个词条登上了微博热搜。在这之后，陆鹤书连夜删掉了这条秀恩爱的微博，但是他那条微博的图片已经被人截图转发，他的业界的名誉一落千丈，粉丝每天都在掉。他跟林淑华婚后1个月，竟然有网友人肉到他家的位置，在他家门上扔臭鸡蛋，并在墙上写上“渣男贱女”4个字。陆鹤书直接被气晕过去，带到医院检查，结果不检查还好，一检查就在他脑子里发现了一颗恶性肿瘤。林淑华恐怕想不到，新婚不久，丈夫就确诊了癌症，就连我也没想到。当天，陆鹤书就住进了医院的 ICU 病房。就算是对陆鹤书这样的家庭来说，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家里大部分的钱都买了养老房。陆鹤书曾经更是将自己1半的收入都给林淑华旅游，所以手头并没有多少钱。而手术、化疗、放疗、靶向治疗，还有杂七杂八的住院费、护理费、检查费、药品费，这些都足以将他的家底掏空。与此同时，我跟姐姐已经开始准备出国旅行了。她给我们买了2张邮轮票，是为期33天32晚的豪华邮轮之旅，从国内出发，共穿越3大洲、2大洋和10个国家。每到饭点，还有国际知名星厨精心准备的环球美食。不光如此，甚至还请了不少老师开兴趣课程。有些人老了才发现自己的天赋。跟姐姐去邮轮旅行那几天，我上了几节国画课，发现自己对国画有不一般的天赋。仅仅几节课，有画出了令老师赞叹的作品。在旅行第5天的时候，我在阳光甲班上接到了家里打来的电话，是儿子给我打来的。妈，你回来吧，
林姨她根本不做饭，她竟然为了不做饭带小石吃肯德基。小石心脏不好，你是知道的，一直以来他都离不开你的营养餐。这几顿肯德基吃下来，昨天晚上忽然心脏绞痛进了医院，现在爸还在化疗，我们两口子也要工作，根本照顾不过来。妈，你最疼小石头了，你赶紧回来照看他跟我爸爸。我面无表情，我已经跟陆贺叔离婚了，现在他已经再婚，我跟你们这个家已经没有关系了，有事去找你林姨。儿子立刻急了，妈，话不能这么说，你们好歹是夫妻一场，夫妻哪有隔夜仇？爸现在还经常念叨着你呢，你也该知足了。再说了，反正你父母都过世了，你身上又什么钱？没有我们，你能过上什么好日子？不要再跟我们犟了，赶紧来医院照顾我爸爸。还有一件事，爸现在化疗手术都需要钱，他前不久不是把那房子的50万和一部分资产分给你了吗？你可以还回来吗？现在爸生了这样的病，全家的日子都紧巴巴的不好过，很缺这笔钱。我忽然笑了笑，我没记错的话，我从前生病去医院没钱拿药，问陆贺叔借钱的时候，他可是说过每月给我的生活费就那么多，别想再要。你当时也跟在旁边附和，说我生病需要什么药，抗一抗就过去了。我觉得陆贺叔不用治病，抗一抗也就过去了。我很好奇，林淑华跟陆贺叔的感情这么深，为什么你不拜托他去照顾他，而是来找我呢？陆贺叔住院，肯定更希望喜欢的人去照顾他才对。儿子愣了愣，林姨想了一辈子服了，哪里会照顾人啊？他能把自己照顾好就不错了。他不会做营养餐，不会熬夜陪护，还要忙着老年歌舞团的演出，闲下来才能回去看望他一眼。我爸这个要面子，不敢让他看见自己现在插尿管的样子，不让他来。而且他就是个祖宗，每天花钱都大手大脚的，早上必须喝燕窝，饭菜也必须是4菜1汤，不然就不愿意吃饭。我媳妇为了伺候他都快要累死了，他根本不是顾家的性子，没有你能吃苦。仔细想想，还是你好。我很失望，林淑华不能吃苦，难道我就活该吃苦吗？陆贺叔喜欢他，不想让他看见自己狼狈的样子，那就让他死要面子活受最好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淡淡开口，我也很忙，忙着旅游，忙着去做我上半辈子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一辈子都围着你们，围着这个家转，现在我想换一种活法。我跟他已经离婚了，于情于理都不应该由我照顾，我只是嫁给过他，并不代表我一辈子都要无条件给他当保姆，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我也有我自己的生活。我年轻的时候自考大学成功，你们说家里离不开我，死活不让我去。现在家里离不开林淑华的帮助，你们却从来没想过逼她。说到底，你们只是看碟下菜，自私自利。可我已经不会再心甘情愿地伺候你们。就这样吧，电影要开始了，我先挂了。挂断电话，我松了一口气。姐姐过来找我，问怎么了？那些人又恬不知耻地来找你了。我垂下眼眸，陆贺叔现在得了癌症，林淑华忙着跳舞，忙着他的老年歌舞团，忙着去各种地方出风头，没有时间精力伺候他，所以他们就想到了我。我姐姐简直要气笑了，这帮没良心的东西，有好处的时候可是把你忘得一干二净，全家旅游把你留在家看家，全家去餐厅吃大餐，却让你在家等快递。你把你的钱全存起来，跟那混蛋买养老房，结果他不经过你的同意，就在房产证写林淑华的名字。用得上你的时候，倒是想起你来了。他心疼地握住我的手，妹妹，姐姐现在厉害了，有钱了，你相信姐姐，
姐姐再也不会让你受一丁点委屈。你千万不要看他们卖惨就巴巴地跟他们回去了，许久没有感受到亲人的关怀。我的眼眶湿润了，姐姐你放心，不会的，电影要开始了，我们回去吧。旅行结束后，陆贺叔来找我了，我已经将他的联系方式拉黑，他是在我上次买金镯子的那条街蹲点等到我的。他拉住我的手，陈霞，我们能不能聊一聊？他结束完第一个化疗，瘦了不少，长出了不少白发，看起来比以前更加苍老，但依旧挺拔。而我被姐姐照顾得很好，再看不见被岁月搓磨出的疲态，身上穿着精致整洁的衣服，一辈子没戴过的镯子项链，姐姐给我买了一整打，但我没舍得带出来。看着我身上这件做工精美的牌子货，陆贺叔轻轻叹了一口气。虽然我们离婚后我分给你一笔钱，但上海毕竟是寸土寸金的地方，你得节约点花，不能挥霍。我不想搭理他。说完了吗？说完了我就走了。等一等，陆贺叔有点委屈地看着我。陈霞，好久不见，我很想念你。这些年来，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对不起你们，你跟在我身边，吃了不少苦。我看向他，所以你这次来找我，是专门想要补偿我的吗？陆贺叔愣了一下，缓缓开口：我是想你了。这些年，我在医院吃不好睡不好，忽然就想起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那时候我阑尾炎住院，你一直陪在我的身边照顾我，给我做营养餐，切水果，有你陪在我身边，我感觉很安心。陈霞，这些年来我们相互扶持，怎么如今走到这个地步了呢？他握住我的手，陈霞，我想你了，你可以陪陪我吗？家里人也很想念你，都等着你回来。我笑，所以呢？你现在说这些话，难道想跟林淑华离婚了？陆贺叔的脸色变了变。陈霞，你知道我跟他这么多年走到一起不容易，我不能再对不起他。虽然我们现在离婚了，但依旧是亲人。你跟孩子有斩不断的血缘关系，难道你真的打算跟我们老死不相往来吗？我抽回我的手，退后一步。陆贺叔，这么久过去了，你还是这么无耻。说白了，你不就是想让我回去继续伺候你，给你当保姆吗？少用亲情来绑架我。这些年，我付出的已经够多了，不要再来打扰我了。陆贺叔还想再来拉我。林淑华不知从哪里看到这一幕，疯子一般冲过来，扯住陆贺叔的耳朵。好啊，你现在又变心，想要跟陈霞复合了是吧？我告诉你，天底下没有这么好的事，我已经放下身段嫁给你了，你怎么能背叛我？一辈子没低过头的陆贺叔被林淑华当街揪住耳朵扇脸，路人对他们指指点点。陆贺叔觉得丢人，脸变得通红，他把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曾经他有同事来家里做客，背后偷偷说我闲话，笑陆贺叔怎么娶了个保姆一样的女人。陆贺叔自觉脸面受损，当晚就大发雷霆，质问我就不能多打扮打扮自己，平时多留意一点自己的形象吗？男人就是这样，要女人出的厅堂下的厨房，自己却一毛不拔。我不想再跟他们纠缠，因为我等的司机过来了。原本我待在这里就是为了等我司机接我回家。陆贺叔和林淑华睁大眼睛看着我走向这辆劳斯莱斯，我姐正在车上等着我。劳斯莱斯从他们眼前疾驰而去，他们睁大眼睛。接下来几天，他们多方打听，终于知道我姐姐是最近回国的大企业家，身价过亿。这次回国就是为了找到她唯一的遗产继承人，也就是我。林淑华人脉广，几番波折找到了我跟我姐姐住的别墅。一找到我，她就理所当然地堵在别墅门口。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了，
你既然有钱，为什么不给陆贺叔治病？他好歹也是你的前夫，你知不知道？为了给他治病，全家都过不上安生的日子。你们好歹也做了一辈子的夫妻了，你怎么这么狠心？我说，那你呢？你明明知道那套养老房是我跟陆贺叔一起买的，你一文不花，那房产证上却只写了你们俩的名字。这个时候，你为什么又不觉得自己狠心了呢？你不是跟我说过，你跟我这种为了钱斤斤计较的人不一样，你不在乎钱。既然不在乎，为什么这个时候又要伸手问我要了呢？林淑华还想再说些什么，但是我姐别墅里的保镖已经看我眼色，将她赶了出去。后面还有人想来找我，都被保镖二话不说赶了出去。儿子将我一毛不拔的事情发到了网上，对我指名道姓的抨击。可是那些网友在扒出我就是陆贺叔的原配，一生劳碌得来的房产证，最后却成全了别人，连一个名字都没有加上之后，纷纷夸我的行为解气，病死他得了。这种男人给他治病干嘛？原配千万不要被渣男道德绑架，他们配不上你的善良。把养老房卖了，不就有钱治病了？自己一毛不拔想享福，还要卖惨，从原配手里拿钱，这不是见识什么？大部分的网友都站在我这边，支持我的做法。陆贺叔的病花销一天比一天大，又因为生病无法工作，到了最后不得不到了卖掉他们养老房的地步。林淑华哭得歇斯底里，说他老了该住哪里去？他一辈子没有为钱低过头，自认为清高，可真到窘迫的时候，他跟那些他看不上的女人没什么两样。而我独自一人出发，去北京的国画学院深造。我这一辈子都被困于家庭的柴米油盐当中，这一次我想看看自己的可能性。我在自媒体上记录我一天天的进步成果，渐渐的积累了不少粉丝，他们惊讶于我进步的速度，甚至有人夸我是天才。迟暮之年，我终于得到了属于我的赞美。陆贺叔快要死了的消息，是我几个月后听到的。他提出想要跟我视频通话，我拒绝了。我对陆贺叔太过了解，他这种人想跟我视频通话，不过是想交代后事，诸如他走之后，要我多照顾照顾这个家，多关心关心家里人，不要太计较以前的事之类。他一定会利用好我对将死之人的这份同情，而我不让他利用，我选择关机。不管他们那边有没有着急的把我的电话打爆，在晚上9点10分，陆贺叔没有拨通我的电话，永远的闭上了眼睛。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又不是为他而活。我放下手机，拿起墨笔，一笔一画勾勒出我的自由。